瑞士计划向乌克兰派遣驻军，欧盟加强对俄罗斯制裁。英国宣布创纪录军援计划，向乌克兰提供56亿美元支持。乌军攻入布良斯克森林，开辟俄罗斯境内第2战场。俄罗斯粮站炼油厂遭乌克兰军方打击，图拉油库亦中招。乌军摧毁扎波罗热导弹系统，车臣顶级指挥官死亡。前线俄军竟用自行车作战，乌军成功击退库皮扬斯克大规模进攻。俄乌战事进入第1097天，战况激烈。乌军在托列茨克再度升起旗帜，展现决心与反击力量。川普与马克龙会谈，乌克兰和平协议曙光乍现。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近期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表示愿意派遣部队前往乌克兰，以提供安全保障。最新的消息显示，连长期保持中立立场的瑞士也表示愿意派遣军事人员。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瑞士政府在2025年2月24日宣布，如果乌克兰批准，他们将派出200名军事人员参与相关行动。尽管这200人的规模相对较小，甚至可以说是只是象征性的存在，但他们的到来无疑会起到一定的安全保障作用。考虑到瑞士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一旦瑞士遭遇攻击，可能会导致更多欧洲国家加入支援行动。作为一个一直坚持中立政策的国家，瑞士此次行动的背后透露出明显的信号。瑞士在2次世界大战中始终保持中立立场，而现在正悄然做出改变。与此同时，欧盟在俄乌战争爆发3周年之际，也通过了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措施。根据计划，欧盟将对俄罗斯的73艘船和53名个人实施制裁，并禁止从俄罗斯进口铝金属。此轮制裁共涉及16项内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正在基辅访问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乌克兰将在3月获得一批价值35亿欧元的援助。他还透露，欧盟将推出一项计划，增加武器生产以强化欧洲的防御能力，而乌克兰也将在其中获益。早些时候，欧洲议会在2月22日凌晨紧急通过一项欧洲防卫自主计划的提案。根据提案，欧盟成员国需要在5年内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 3%， 并组建一支能够迅速反应的部队。英国如期如约宣布了一项创纪录的军援计划，向乌克兰提供价值56亿美元的支持。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于2025年2月24日公开宣布了这一计划，这也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英国提供的最大规模军援。此外，英国政府重申将在未来继续支持乌克兰，并提出在战争结束后愿意向乌克兰派遣驻军以确保安全。这一立场也得到了其他欧洲国家的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也表示愿意向乌克兰派遣部队，其他国家也纷纷公布了新的援助计划。例如，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宣布，今年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0亿欧元的军援。挪威总理约纳斯也表示，2025年将向乌克兰提供35亿欧元的支持。与此同时，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透露，未来几个月内将向乌克兰前线提供25辆 LAV3 装甲车。就连爱沙尼亚这样的小国，最近1周也大幅提升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增幅达到了 25%。 在欧洲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并宣布新的军事援助的同时，俄乌前线的战斗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除库尔斯克外，乌克兰还向其他俄罗斯领土发起了攻势。
最近的突破性进展发生在布良斯克森林地区。根据俄罗斯媒体 Astra 的报道，乌克兰著名的第12旅在2025年2月23日前后被发现进入了布良斯克谢佩列夫斯基森林区域，并展开作战。前线流出的画面显示，乌军在猛烈进攻俄军阵地，并与俄军在森林深处展开了激烈的交火。视频中，第12旅的士兵似乎已经突破了一个俄军掩体，并在迅速清理战场。目前俄方尚未对此进行正式回应，详细战况仍需进一步确认。然而早些时候就有外界传言，乌军将会进攻布良斯克。根据一些俄罗斯博主的消息，乌克兰在布良斯克边境集结了大量机械化部队，目标直指塞夫斯克和苏泽姆卡等方向。乌军在该地区占据了地形优势，如果成功突破，可能会迅速沿着 M3 公路向前推进，而他们的第一站正是谢佩特列夫斯基森林。不过目前还不能排除这次进攻是乌军发起的佯攻。实际上在2024年末，乌军曾多次对布良斯克发动小规模的行动，那时俄罗斯媒体曾报道乌军可能会大举进攻布良斯克，结果俄军加强了防守，而乌克兰则从库尔斯克方向发起了反击。如今随着乌军在布良斯克边境集结重兵，他们将从哪个方向发起攻势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如果乌克兰真的大规模攻入布良斯克，这意味着继库尔斯克之后，他们已在俄罗斯境内开辟了第二战场。与此同时，乌克兰东部的战斗也在不断加剧。尽管俄媒曾报道称乌军已经完全撤离了重镇托列茨克，但乌军实际上仍在坚守该地，近期甚至收复了几个阵地，并升起了乌克兰国旗。在国际援助方面，乌克兰收到了来自瑞典的最新一批防空武器。据悉，瑞典斥资 1.1 亿欧元为乌克兰购买了 Robot 70和 Trilon Mk2 短程防空系统，这也体现了欧洲各国对基辅的军事援助力度在不断加大。2025年2月24日夜间，乌克兰再次向俄罗斯的能源系统发起了新一轮攻击。突发消息称，乌军大规模空袭了位于俄罗斯梁站的炼油厂。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乌克兰的无人机群在当晚先后向多个俄罗斯目标发射攻击，梁站成为首个受到打击的地区。随后报道称，当地的炼油厂遭到袭击，俄军防空系统紧急启动，与来袭的无人机展开了激烈的交火。但尽管如此，梁站炼油厂附近还是发生了剧烈的爆炸，爆炸声响彻整个城市，并持续到凌晨。现场画面显示，炼油厂周围大火熊熊，浓烟滚滚，火势在远处可见。俄罗斯方面不久后作出回应，梁站州州长帕维尔·马尔科夫表示，俄军击落了所有无人机，但其中的残骸引发了大火。马尔科夫进一步强调，没有人员伤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梁站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年产油能力超过1700万吨，居全国前5位，且不仅生产常规汽油和柴油，还为俄军提供航空煤油，支持前线空军的作战。这使得该炼油厂成为了乌克兰的重点攻击目标。实际上，这是该厂2025年内的第3次空袭。早在1月23日和25日，乌克兰无人机就曾2度打击该厂，造成2万吨储油罐起火，并持续燃烧数天。俄军的战略能源受到了明显影响。此后，他们对乌克兰的攻击频率有所下降。在乌克兰南部，另一个重要战况是乌军成功突袭了俄罗斯的图拉州。乌兹洛夫斯基油厂发生了爆炸，导致该油库的运行暂时中断。同时，俄罗斯的沃洛涅日、罗斯托夫、布良斯克和乌军正在反击的库尔斯克等地也遭到无人机袭击。随着卫星数据的确认，预计类似的大规模空袭仍将持续。乌克兰继续在南部的扎波罗热战线展开行动，打击俄军的关键设备。最近，乌军还空袭了俄军的地对空导弹系统。洛尔报告报道，
当地时间2月24日，乌克兰部队朝扎波罗热的俄军控制区发射了重型的轰炸无人机。此次乌军的目标直指俄军的导弹系统，并在战斗中成功打掉了对方的一枚983 Taylor 导弹，随后击中了该系统。现场画面显示，俄军的导弹发射器已经被摧毁，俄方阵地随之起火，浓浓的黑烟不断升腾。乌克兰军方的无人机及时拍摄下了这一瞬间，视频画面中，俄军似乎正在进行救援，但火灾仍在蔓延，火势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截至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这一事件作出回应，相关的战场信息仍需进一步确认。然而，自去年年底以来，乌克兰军队已经在南部战场打击了俄罗斯军队的多套装备，取得了一定的战术成果。其中，俄军的防空系统是乌克兰军队重点攻击的目标。乌军甚至在24小时内便摧毁了2到3套俄军防空武器，尤其是俄军的 S-300 系统以及山毛榉防空系统均遭到乌军的重击。这些成果表明，乌克兰在空中作战方面的不断进步。与此同时，俄罗斯车臣部队的一个著名指挥官突然死亡，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据车臣武装负责人之一阿劳迪诺夫的证实，车臣阿赫马特部队的指挥官舒斯特里已在库尔斯克去世。阿劳迪诺夫表示，舒斯特里是在工作时死于心脏病或中风，并高度赞扬了他是俄军中最优秀的指挥官之一。这一事件也让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军事行动更加引人注目。目前，乌军已在库尔斯克展开战斗接近7个月，战局仍在持续变化。在另一方面，乌克兰也已完成了部队的重组工作，建立了18个新的军团。新组建的军团中包括了13个常规陆军军团、2个空降突击军团、2个国民警卫队军团以及1个海军陆战队军团。每个军团大多数由5个旅组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已为这些军团任命了司令。这一军事布局进一步表明了乌克兰政府决心坚决抗战的立场，并且这些新组建的部队将继续活跃在前线的各大战场上，准备应对接下来的各种挑战。继电瓶车和割草车之后，俄罗斯军队的武器装备似乎又增加了新的奇特装备。根据俄罗斯电报频道流出的画面，前线的俄军竟然骑上了自行车。画面显示，一名士兵骑着自行车飞驰，后面似乎拖着一个类似电池的物件。旁边的队友正在给他拍摄视频，目前还无法确认视频拍摄者的位置，相关消息还需要进一步验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去年，俄军的摩托车冲锋队就进行了更新换代，开始使用电瓶车。因此，即便这次是骑上自行车，也并不让人感到太意外。而更早之前，俄军就曾确认在前线使用驴子等动物来运送后勤补给。不久前，甚至曝光了俄军的驴子驮着武器和弹药的画面。尽管载弹量不高，驴子来回几十公里，或许只能运输几发炮弹，这无疑会影响俄军的物资运输效率，显得与战争初期的装备差距明显。与此同时，在哈尔科夫地区，乌军成功击退了俄军的新一轮攻势。在关键的库皮扬斯克战线，俄军出动了10几辆坦克和装甲车发动进攻。乌克兰的第1旅、第77旅和无人机团参与了反击。战斗自2月24日早晨开始，持续近10个小时，最终乌军摧毁了7辆俄军坦克和装甲车，迫使俄军撤退。与之前的战斗相比，俄军此次出动的装甲设备数量有所减少。此外，乌克兰的无人机近期也加大了对俄罗斯战略目标的打击，特别是针对炼油厂的攻击。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俄罗斯最大规模之一的梁赞炼油厂遭到袭击后已宣布停产。乌克兰总参谋部也证实了此消息，表示袭击导致该炼油厂的原油加工装置起火，并发生了5次大爆炸。虽然俄方此前宣称拦截了所有无人机，但掉落的碎片引发了火灾，并表示损失不大。然而，自今年年初以来，多个俄罗斯炼油厂已宣布停产，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正遭受肉眼可见的破坏，
这对前线战局产生了不小影响。2025年2月25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097天，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中，尤其是在俄乌战场的多个关键地区。在红军村方向，俄罗斯军队近期沿着 T0515波克罗夫斯克安德里伊夫卡公路向舍甫琴科红军村西南以北推进。地理定位的镜头显示，该地区战斗仍在持续。与此同时，乌克兰军队在2月25日成功在波克罗夫斯克煤矿升起了旗帜，借此驳斥俄罗斯方面的谎言。俄罗斯在线地图上显示，该地有俄罗斯军队。对此，乌军士兵幽默地回应道：“是的，这里有俄罗斯人，很多俄罗斯人，但他们都死了。”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于2月24日出动装甲车发动进攻，目标是向洛索瓦郊区推进。然而，乌克兰第77空中机动旅、第一总统旅以及 Achilles 无人机团联合出击，成功击退了俄军的进攻。截至目前，这一轮进攻已被乌克兰军队完全阻止。在库尔斯克方向，过去24小时内，乌克兰军队成功击退了俄罗斯对突出部西援的多次进攻，展现出强大的防守能力。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发布的最新战果，乌军在近日战斗中消灭包括毙伤敌军1300人，而俄罗斯的伤亡人数已经达到869530人，远超过乌克兰的伤亡人数，显示出俄军在战场上的巨大损失。此外，乌克兰安全局负责人马柳克于24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了位于俄境内的托罗佩茨弹药库，爆炸造成了4次地震。据称，俄军损失了约 50% 的120毫米炮弹，这一打击无疑会对俄军的火力造成严重影响。在战略能源领域，俄罗斯最大炼油厂之一梁赞炼油厂也再次遭遇乌军袭击。该炼油厂年石油加工能力超过1700万吨，是俄罗斯5大炼油厂之一，生产着包括汽油、柴油、航空煤油、燃料油和石化产品等重要能源产品。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该炼油厂今年第3次遭到袭击，显示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战略能源设施的持续打击已对其能源供应产生了显著影响。乌克兰在东部的反击仍然持续取得显著进展，战斗的热度与决心丝毫未减。最新消息显示，乌军在托列茨克地区再次升起了旗帜，这一行动象征着乌克兰军队在战斗中的不屈精神。根据洛尔报告的报道，2月21日左右，乌克兰特种部队 KORD 在顿涅茨克一带展开了快速突袭，打破了俄军的防线。尤其是在关键的托列茨克方向，乌军成功突破了敌军的防线，并在市区内升起了象征胜利的乌克兰国旗。这不仅是一次军事行动的胜利，更是对外界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乌克兰军队不屈服、不放弃，将继续在这片战火纷飞的土地上为自己的自由和未来而战斗。事实上，开年以来，乌克兰军队在东部战场和库尔斯克战线的反击一直保持着活跃势头。在2月10日左右，乌军第100机械化旅也在托列茨克矿区一带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乌军成功地占领了多个重要阵地，并升起了一面乌克兰的国旗。这些行动无疑向世界展示了乌军的顽强决心。法国总统马克龙于2月24日抵达白宫，与美国总统川普进行了会谈。马克龙在与川普会晤后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停火协议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达成。在停火期间，俄罗斯与西方可就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展开谈判，随后可签署和平条约。马克龙表示，西方必须确保俄罗斯遵守条约，不会违约。川普在记者会上称，这场战争是一场血腥的灾难，并表示他愿意为结束这场冲突带来和平。他明确指出，欧洲国家应承担起维护和平的责任，而不仅仅依赖美国。他还特别提到，马克龙总统同意欧洲应更加积极承担这份责任。
在谈及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外交互动时，川普称上周在沙烏地阿拉伯举行的美俄官员会谈非常成功，并透露他已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交流过，认为莫斯科渴望结束战争，达成协议，符合俄罗斯的利益。马克龙在讲话中强调，乌克兰的主权关乎欧洲的稳定，战争结束不能解释一个没有保障的停火。他指出，欧洲国家应加强对大陆安全的责任，同时表扬乌克兰人民在这场战争中的坚韧和勇气。马克龙还明确表示，任何和平协议都不能以乌克兰的投降为代价，必须确保乌克兰的安全，防止俄罗斯重启战争。他透露，法国与英国已经就派遣维和部队到乌克兰展开了讨论，并表示其他国家也有意加入其中。川普对欧洲维和部队的提议持开放态度，并表示他与普京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普京也表示支持这一举措，认为将欧洲维和部队部署在乌克兰可能成为结束战争的关键协议。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